Hello， 我是那个大叔，很高兴又来到我的游戏频道。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哇，看到这个巨大的兵马俑，没有错，今天使用是大震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来介绍一下我方的阵容哦。首先是这个巨大的兵马俑单体巨兽，那它这边是属于阴阳调和，属于阳的部分。通常来讲，近战兵种都是阳呐。那这边它有是带了一些提升士气的光环哦，然后也是有带诅咒。那兔甲是高达100，其实我觉得单体巨兽来讲100，我觉得算刚好合格的感觉啦，没有到非常高，但是也算是 OK。那它的近战攻击力现在加成到77，这个其实蛮夸张的，77基本就是感觉上就是一定都必中的感觉。但是它最大问题是它速度很慢，不要去祈祷它的速度，不用想那么多。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大型单体巨兽。好，我们看一下，这次我依旧使用这个火枪兵摆在最前面，准备给对方第一轮的上来的士兵一轮攻击哦。这个我蛮喜欢这样打法的，但是千万要记得，射完一轮就要跑咯。你知道看到开枪子弹射完过后，中间好像有顿点的时候，立刻要撤，不可以再想太多，绝对要撤，你没撤你就完了。那这边就是这个最便宜的农民长矛兵，它的作用就是被打而已，不用想太多，它的作用真的就是被打。那这个翠玉勇士就是输出啦，算是近战输出单位，虽然说没有到非常强，但是也算是可以啊。那最后面这边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弓箭手啦，攻击距离160，然后再加上现在有加成过后的远程威力，其实高达23，我觉得算很不错咯。然后左右两边就是放长戟兵啊，就老样子嘛。对方如果有出骑兵的话，这个一定要挡一下的。然后正中间呢放了一队加农炮，那主要就是针对对方一些单体单位，或者是打领主也可以，看你想打什么。像加农炮这种只是射1-2发的哦，通常来讲我会比较建议打在单体巨兽身上，单体单位。我个人感觉效果比较好啦，因为像这种排兵的话，它兵只要拉得很散，你一发过去滚没有太多单位，其实感觉效果就没有到很好。如果这2发有精准命中目标的话，其实打下去那个伤害很可观。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战鼓，它是一个资源型的单位，它是属于算是单体巨兽啦。它这个是属于大规模，所以它也算是单体巨兽哦。但是，请不要去奢望它的攻击力哦，它的武器威力只有很可怜的80哦。这个它重点就不是输出，它重点是它的上面看到的这个条幅提升50%，然后还有最重要是它有这2个主动技能哦，一个是堡垒。提升护甲加24，然后抵御冲锋专家，然后还有以及这个提升弹药的填装技能加10，还有近战攻击力加8，还有新棉，这2个技能是可以同时启动，然后都是持续30秒，所以一想到就要赶快切回来，然后这个战鼓比较特别，是它同时是属于阴跟阳，所以基本上它站在谁的旁边都可以。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它是永不会散，这永不会散就非常好，你就不用怕说打一打它自己会不见，没这回事。那我们最后要看一下领主，这次领主带的是阴系法术，也是很普通的司法者单位啊。那我们看一下法术部分，首先是这个强风型的法术，就是一阵风过去啊，这样子的。然后破甲是100%啊，算不错。
然后这个英灵战士可以使用2次，它召唤出来是长戟兵哦，还不错用。然后最后就是这个范围型的法术魔法漩涡，我觉得还算不太差啦，算还可以。然后我们看一下，对手是纳垢，纳垢就是补血、补血再补血，然后跟你打消耗战那种，打起来真的很讨人厌。好，我们看一下最旁边这一队是这个纳垢混沌骑士，他是骑枪，冲锋加成现在高达88，这非常恐怖哦。等于说他第一次一开始他冲过去交战的时候，这个加成上去非常容易把对方打重创，但是交战一下下过后，你要想尽办法赶快拉出来，要脱战。然后脱战过后再重新进入一次冲锋状态，这很重要。然后这个就是战争神龛啊，使用纳垢的应该对这个很清楚。它主要最主要就是这一个帮忙附近的同伴补血，这个非常重要，要黏在我方的队伍后面。如果他不要上去交战是最好的，当然他也是有一定的伤害，不过我通常来讲会比较喜欢放在跟着队伍走，不要去撞人，因为这家伙太危险了，他很容易被人家击火。因为只要看到这个，当对方远程单位不知道打什么时候，优先打这个。这个对纳垢来讲是关键东西，非常关键的单位。然后我们看一下纳垢遗弃者，这个看到这个武器威力就知道非常可怕，它是一个非常强悍的近战输出单位。好，纳垢灵就是最基础的单位啊，就是负责被打的那种，没什么，坦白讲还是没什么作用，真的没什么作用，他就真的就只是负责被打，就是负责被打。好，我们这边看一下掠夺者重型武器版本，它是精英单位，那这个是因为前面有算好，所以才到最后才出到这一队的。不过它有不错的破甲能力，那这个也是纳垢灵就负责被打。然后这个就不一样哦，这个是腐朽骑士，它是有反大加成，然后又有破甲，这个有这2个能力就很可怕。然后它的速度也还算是可以，如果是精英版本的话，能力会更可怕。那我们最后这边看一下是这一个精英版本的大不敬者哦，它有着这个气息的魔法，然后还有灵魂榨取，而且这个气息魔法可以使用2次，灵魂榨取1次，然后外加这个范围性的主动伤害可以使用2次，范围性的敌人是造成伤害，我方是补血哦，所以这样一来一回很可怕哦。这个大不敬者这个用得好话，这个非常可怕，而且他这边还有一次性的可以召唤纳垢灵，可以帮忙挡刀啦，或是拿来牵制都可以。然后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是领主，就是比较便宜的领主，法师型领主。那带的是这一个可以补血的，然后还有气息的魔法，然后这个也是补血的魔法。那主要就是带这几样，纳垢主要就是慢慢的跟你磨，慢慢跟你耗，纳垢就是这样子，非常的讨厌。然后这边刚开始加农炮都优先击火领主哦，因为呢，我们看一下领主他的血量非常少，总血量应该顶多才3000左右而已。那如果你要锤这一只，第一个它的护甲就不低了哦。领主的只有30，他的50，外加他的血量本身又多很多，所以这个时候我通常会想说优先先炸领主，然后想说战争神龛没有，战争神龛其实坦白讲，我会反而更怕领主，因为领主他身上会带法术，他带东西很可怕。好，我们看到对方的骑士骑兵单位往前冲哦，
当初就不想好射完一轮赶快后退，就是要这样子，子弹开完立刻要躲。如果是普通那种长枪兵，那种火神枪的那种，很快就可以躲掉。像这种距离很短的，真的要赶快。像这个就没有躲好，这一队就被抓到了，只有一队安全的躲掉，就是立刻开枪完过后，你看子弹差不多射完，立刻要跑，不可以想太久。好，这边结果他竟然把灵魂榨取交在农民长毛兵上面，这绝对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灵魂榨取我绝对都是放在单体巨兽，或者是放在灵狐身上，放在对方关键性的单一模组，或是尽可能的也是要少量模组上面。然后这边纳垢蜂拥而上哦，数量非常恐怖啊。那我这边这个兵马俑冲过去抓对方的腐朽骑士哦。虽然说对方有反大加成，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我打得赢他，而且他前面已经先被射完一轮。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法术放下去哦。这是我方的阴系法术，刷了对方的遗弃者，还有2队的纳垢灵，还算可以啊。不过对方又补血起来，这就是纳垢很讨厌的地方，但是血量可以一直补一直补。然后这边大不幸者又直接杀进来了哦，加农炮基本上这队加农炮基本上就没了哦，他是直接堵在最前面的。好，这时候战鼓我稍微挪了一下位置啊，因为离这个遗弃者太近了，很危险。战鼓真的是不能被打，它不是什么可以作战的单位。哇，这个大不敬者攻击方式真的蛮有纳垢那个风格的。好，这边召唤了一队这个英灵战士哦，去攻击那个大不敬者。其实我这个时候召唤是要拖住对方，因为我方部队，我们慢慢速度看一下。因为我方这边第一个打成一片，这边在处理对方的这个混沌骑士，算处理掉了。因为对方刚开始的时候一直想要抓我方的火枪兵，然后我用那个长戟去用3队去换他。老实讲，我这边算是很亏。虽然说我方这边总体下来没什么受伤，但是浪费掉太多时间的。对方用1队先吃掉我方3队。如果你这边其他战场上有做到其他事情的话，1队先3队，某个角度讲也是算赚。用你的一些兵的生命来争取时间，其实是可以。前提是你其他地方这边要做得很好。那这边呢，就是翠羽勇士在跟对方的纳垢灵打，对方纳垢灵真的很多，这边就3队，然后这边十字弩也是被粘上了，这个没有办法挡不住，对方的数量真的太多。然后这边呢，就是分配没有到很好，这边虽然说是2队农民兵跟那个长戟的看起来数量很多，但是实际上真正有输出大概只有长戟而已，农民兵真的不用想那么多。好，我们继续恢复速度。然后这边翠羽勇士去切对方战争神龛啊，那战争神龛就尽可能的不要让他活太久。不过好像被对方的遗弃者贴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被遗弃者贴着就很危险。好，现在没了，士气崩盘，要跑路了。跟纳垢打就是很难一口气直接把对方冲散哦，就是打一波然后把对方给打掉，这难度很高。而且纳垢很多的单位，绝大多数的单位都是会让你中毒，中毒你的速度会下降，然后你的攻击力会下降。然后我们这边又放了一个阴系法术哦。好，这边换下来，虽然说我方长毛兵被换掉，然后长戟兵也重创，但是刚刚换掉对方的3队，就还算可以接受。然后遗弃者也重创，其实这个结果我觉得还算可以啊。这时候我方兵马俑要去抓对方的其他单位哦，因为腐朽骑士其实算快打完了。
那我们这边继续看一下这边对方的大不敬者血量其实也还算蛮多的哦，还有1半以上哦。在这种残局上面，还有1半以上，其实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单位，尤其他又是单体巨兽。好，我们这边火枪兵刚刚稍微能舒展一下，结果立刻被对方的扶手骑士抓到了，这非常的麻烦啊！因为我方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去处理，去牵制对方的扶手骑士。好，勉强拉了一队出来哦，拉了一队长戟兵过来戳他。好漂亮，对方已经举白旗了。这种方式就是绝对要撤退，然后等等就是要拖住对方的大不敬者，因为现在大不敬者威胁很大，要想办法拖住，然后让这个火枪兵找个舒服位置疯狂输出。啊，不行，长戟兵被这2下攻击，举着白旗要跑走了，这时候很麻烦的。然后对方的掠夺者重型武器也粘了上来，让我方的火枪兵跑不掉。这边长戟兵姗姗来迟哦，不过血量非常不健康，这个上去其实也不知道能拖住多久。好，这时候又召唤了一队英灵战士哦，这是缴第2个。好，终于啊，精彩大战来了，2个单体巨兽在互打，不过我们这边还是不断的戳他，反正长戟兵就是用来戳巨兽的。那这边对方士气崩盘了，所以已经在烧血了，这边已经全部结束了。大不敬者还在持续的不断挣扎。那我们看一下，几乎所有的单位全部都围殴上来，然后对方最后的时候发动了召唤纳垢灵，不过纳垢灵出来也是直接蒸发，这个毫无疑问的，没有悬念。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其实打起来算是蛮吃力的啊。坦白讲，纳垢的东西太多，而且纳垢灵的数量蛮多的。中间靠领主召唤那2次，其实都有起到拖住对方一些单位的作用。其实主要都是在拖住对方的大不敬者啊。精英版本大不敬者真的很麻烦，虽然说它价钱好像有点贵，但是我觉得算值得。不过好消息是，这一场骑兵比较快处理掉。刚开始骑兵贴得太快了，让我方的这个火枪兵有发挥的空间。虽然说中途有段时间被一队牵制2队，外加1队这个长戟，那段时间其实蛮伤的，因为我方的火枪兵是很重要输出单位，然后结果就这样子被牵制，然后外加这个十字弩其实也有被这个纳垢灵给牵制到，所以导致中间有一段时间我方的远程单位基本上是没有输出的哦。那这个加农炮不用讲，加农炮很早那个对方贴过来的时候很早就被打掉了。然后那个兵马俑我去抓对方的腐朽骑士，因为腐朽骑士真的要抓掉，这腐朽骑士很危险。好，以上就是今天影片所有内容了。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赞并且分享出去。我是那个大叔，我们下次再见，拜拜。